库尔斯克战事进入白热化，神秘团体袭击布良斯克。伊朗、以色列局势缓和，国际原油价格应声下跌。俄罗斯经济捉襟见肘，战争成本不断升高。日本大选结果出炉，执政联盟未能取得多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俄乌战场的最新局势。在库尔斯克方面，乌克兰军队的攻势仍在继续。10月27日，在库尔斯克突出部西部，乌克兰军队已经推进到了奥尔戈夫卡西南部，此地大致在克列涅沃南部，距离克列涅沃这个交通枢纽已经不足6公里。目前在库尔斯克的局势对于交战的俄乌双方来说都是十分凶险的。一方面，克列涅沃的乌军进攻矛头现已深入俄军的控制区，在战线没有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乌军能否维持住当前对库尔斯克西部的前行攻势，还是一个未知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库尔斯克西部战线的俄军很快就要被乌军包围。实际上，正如我们之前分析过的那样，一旦让乌军拿下克列涅沃，整个库尔斯克西南部的俄军都只有坐以待毙的份儿。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库尔斯克西部战役已经进入了最危险、最激烈的时刻。而乌克兰总参谋部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近期有报道称，乌克兰军队正在从格鲁什科沃南部的乌克兰境内对库尔斯克州发动突袭。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支部队显然是乌军对克列涅沃南部俄军的试探。如果克列涅沃南部疲软，乌军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战果，深入俄罗斯领土内部。如果遭遇激烈抵抗，则能够为克列涅沃附近的乌军牵制住俄军的火力，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博格马兹表示，最近有一支武装团体试图越过乌克兰和俄罗斯布良斯克州边境，但遭到俄军击退。博格马兹没有说明发动此次进攻的是否是乌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前线的情况。10月27日，俄军继续冲击哈尔科夫北部的乌克兰战线，但总体陷入停滞。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表示，俄军向哈尔科夫方向发射的122毫米和152毫米炮弹中，有60%来自朝鲜。他表示，这些来自朝鲜的炮弹质量差，准确度极低，引信也做工粗糙，经常出现哑弹的情况。与此同时，乌克兰军方还指出，俄罗斯可能正准备用伊朗制造的弹药供应给哈尔科夫前线的俄军，以解决朝鲜的弹药质量问题。不过，考虑到目前中东的局势，俄军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才好。让我们把视线转到卢甘斯克前线，一名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俄罗斯特种部队正在库皮扬斯克以南奥斯基尔河西岸的森科夫附近作战，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俄军已经渡过了奥斯基尔河。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作战的乌克兰营长声称，俄军正在用苏34等攻击机用滑翔炸弹对库皮扬斯克和奥斯基尔河东岸进行攻击，试图在奥斯基尔河东岸站稳脚跟，并向库皮扬斯克以南进攻。乌克兰指挥官称，早些时候乌克兰部队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击退了俄军加强营级机械化进攻。至于顿涅茨克地区，俄军在托列茨克、西维尔斯克东北部的比洛霍利夫卡、恰西夫亚尔东北部附近发动了几次不成功的攻势，均被当地守军挫败。而最激烈的战斗仍然是在红军村附近，俄军继续在红军村东南部发动密集进攻，并持续向谢里杜河附近推进。10月27日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在谢里杜河议会大楼上空升起一面旗帜，表明俄军已推进至塞利多夫中部。多名俄罗斯博主据此声称，俄军已经占领塞里多夫全城，但目前在谢里杜河西部尚未观察到俄军的活动。目前看来，红军村仍然是双方的必争之地，虽然不一定能够决定战争最后的走向，但此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俄军距离红军村城区已经非常近了，随着俄军作战地形的变化，进攻的难度也会逐渐变高。接下来俄军能不能保持进攻势头，仍然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话题。接下来是中东地区的最新消息。最近几天，以色列军队可以说十分的忙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10月28日，以色列战机再次空袭了黎巴嫩的提尔市，造成多人伤亡。加沙北部的地面攻势也还在继续，而哈马斯拒绝了与以色列的一项提议，以哈马斯领导人的安全换取以色列。这说明领袖辛瓦尔的死不太可能促使哈马斯的战略发生改变，并且哈马斯并未接受失败，将在加沙地带战斗到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悲剧事件令人痛心。
不过，由于以色列周末对伊朗实施的空袭中绕过了伊朗的石油和核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周一开始，国际原油价格每桶下跌逾3美元。花旗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考虑到短期内风险溢价下降，花旗将未来3个月的布伦特原油价格目标从每桶74美元下调至70美元。考虑到10月份欧佩克加宣布维持石油产量政策不变，并计划从12月开始提高石油产量，国际原油价格在短期内不会有显著的上涨。在3年的战争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和战争压力越来越大，俄罗斯政府长期维持战争的能力被推到了话题的风口浪尖上。华盛顿邮报10月27日报道称，俄罗斯经济存在过热风险，这是由于俄罗斯过高的军费开支，迫使俄罗斯企业提高工资以满足劳动力需求，但工人工资与其企业的生产力并不匹配。2024年7月，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警告称，俄罗斯的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几乎耗尽，俄罗斯企业难以跟上俄罗斯军人的工资，不得不提供更高的工资以维持吸引力。目前，俄罗斯地方当局正在大幅提高俄罗斯合同军人的一次性签约奖金，以维持俄罗斯的军队招募速度。实际上，目前俄军必须要每个月招募3万名士兵来维持前线的伤亡。俄罗斯募军的困难导致俄军在前线的成本不断增加。此外，由于俄罗斯国内的舆论风向，越来越多的外国劳工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充满敌意且没有吸引力的工作地点，这对于普京政府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普京需要国内的狂热战争支持者来维持他的选票和声望；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普京支持者有着显著的反移民情绪，进一步加大了普京利用外国劳动力的困难。普京不得不在3个鸡蛋上跳舞，以维持寡头、选民和军队之间的微妙平衡。无论如何，随着俄军前线的不断消耗，俄罗斯战争成本也会相应增加。俄罗斯的资源可能是近乎无限的，但要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却需要社会资源的参与，而这些资源并不能从西伯利亚的荒原中挖出来。看完了俄罗斯方面的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回亚洲，来看看最近令人瞩目的日本大选。近日，日本大选结果出炉，但各党派均未能占据多数席位。目前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民两党所获的众议院席位未能达到过半数的233个。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各日本政党现在有30天的时间来找出一个可以执政的组织，而不到1个月前就任首相的石破茂，在这次惨败后还能坚持多久，仍是一个未知数。在上个月举行的自民党首相竞选中，石破茂以较高的支持率胜出，但好景不长，他最近因处理涉及自民党议员的丑闻而引发公众和媒体的不满，而涉及黑金案的议员有多达28人落马。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如果自民党、公民党和立宪民主党这3个日本最大的党派都无法与其他党达成阻隔协议，首相的人数将充满变数，届时将由众议院投票选举日本首相，有可能会出现执政党议席不过半数的少数执政党。由于少数党缺乏众议院的一致支持，少数执政党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往往会充满阻力，导致政局的极度不稳定。而对自民党来说，这次选举结果是自200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已经造成了日元的下跌，在未来或许还会引起更多的连锁反应。根据媒体报道，10月28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巴尔日前向国家安全内阁提交了埃及方面给出的停火提案，哈马斯停火2天，以换取释放4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并进行为期10天的停火谈判。多数以色列部长及安全部门责任人表示支持该项提议，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以及安全部部长本戈维尔持反对态度。其中，内塔尼亚胡坚持认为，只有在炮火下才能达成协议。另外，据消息人士透露，如果该提议是美国7月提出的协议的一部分，埃及爱军同意撤出加沙地带北部、内查利姆走廊和费城走廊，那么哈马斯将同意停火。不过，截止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对这一提议做出正面回应。根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第4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在维萨卡帕特南港正式下水。媒体表示，自从印度租用核动力攻击潜艇塔克阿号后，该国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项目就一直在稳步发展，先后推出了多艘自主研制的核潜艇，例如歼敌者号、密敌者号、阿里达曼号。沃尔最近下水的第4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则是该系列核潜艇的一部分，该其正式名称尚未公布。按照印度方面的说法，那艘核潜艇拥有近75%的本土部件，且它只携带 K4核弹道导弹，射程为3500公里。同时，印度还强调，
预计该国未来的核潜艇拍摄量为6000吨，将携带射程超过5000公里的核导弹。而且除核潜艇外，印度还在同时发展常规潜艇，例如第6艘柴电型虎叉级潜艇瓦克希尔号，预计将于今年12月入列。根据媒体报道，10月28日，以色列国防部对外宣称，将拨款20亿谢格尔与拉斐尔和埃尔比特公司合作开发激光防空系统铁硕，为尔丹纳内将其投入实战部署。媒体表示，以色列目前的空防体系由多种防空系统构成，如铁穹主要负责击落短距离的火箭弹或导弹，弹道导弹则交由大卫吊索拦截。预计未来铁树成功部署后，将会大幅提升该国的防空能力。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受乌俄战争影响，韩国陆军正进行重大军事改革，例如计划以 FPV 无人机来开营级以下部队的60毫米以及81毫米迫击炮，以及成立太空侦察、电子战以及网络作战等特种部队。按照韩国方面的说法，该国陆军目前已完成重组迫击炮部队的规划。沃纳丹纳曼尼亚打的其为无人机器人连，其作战范围可达10公里。而传统迫击炮的有效射程仅为2至3公里，且60毫米迫击炮重约20公斤，81毫米迫击炮更重达40多公斤。相较之下，攻击性无人机的作战范围更广，打击精度更高，还具备更实用的便捷性和机动性。对于后续的其他改革状况，韩国目前尚未进行透露，但其表示可能会根据即时情势做出应变调整。根据媒体报道，外新加坡海军近日对外宣称，该国计划采购6艘的多用途作战舰，起手舰已安放龙骨，预计2028年起服役。这款多用途作战舰由丹麦、瑞典、新加坡合力研制，其排水量8000多左右。在武器方面，搭载有一门76毫米舰炮，以及数量不明的子板导弹、云母导弹。此外，根据公开的概念显示，该型舰的舰尾可能设置有2处坡道，允许中大型无人艇进出。直升机甲板也可提供无人机操作空间，也就是说，等到该型舰战力成型，或将成为有人无人载具协同作战的母舰。根据战区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测试一种反无人机步枪。据悉，该步枪是在标准步枪上加装了小型精准火控系统，该系统由美国初创公司 ZeroMark 研发，方面已通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测，验证了其作战性能。FCI 使用了一系列传感器，包括光电相机和激光雷达，以及机器视觉和先进软件算法，配合上铰接式枪托，指令只需大致瞄准目标。射控系统会自动预判并微调瞄准点，可大幅提升士兵射击的精准度。而且按照 ZeroMark 公司的说法， FCI 才能够配合不同类型的枪支使用，例如 AK-47、M16 等。此外，该公司还表示，士兵使用配备 KFCS 的步枪，击中180米外的小型无人机，外就像击中直径约18米的圆圈一样简单。值得一提的是， FCS 并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近年来测试的第一种小型武器自动瞄准系统。早在今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发布了一份大规模的信息征询书，其中就包括征集能够跟踪和击溃小型无人机的步枪和步枪光学系统，该机步枪安装的电子战干扰器、专用弹药和其他反小型无人机系统的提案。而且已经评估了以色列智能射手公司开发的 Stitch 2000系列计算机化光学瞄准机。根据战区报道，美国空军正考虑增加 B-21隐身轰炸机的任务范畴，例如可能会把一些战斗级任务交由 B-21来执行。按照美国空军方面的说法，之所以做出这种考虑，主要有2方面原因。这方面是因为美国第6代战机项目成本过于昂贵，目前正在重新评估研发方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与现代化战斗机相比， B-21轰炸机在体型、航程、高空性能以及全频段隐身等方面极具优势，它使其具备有执行特定空对空任务的能力。再加上 B-21轰炸机还能同时搭载超远程空对空导弹以及多枚小型空对空导弹，在执行空中作战任务时，为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能有效压制甚至摧毁敌方防空系统。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担任联合作战无人战斗机的直管平台，或且具备发射无人机的潜力。另外，此前有媒体表示，美国空军可能会增加 B-21轰炸机的数量，以进一步加强现有的空中优势。美国空军上将阿尔文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其表示目前仍将维持在100架。根据美国防卫博客报道，日本的高超音速滑翔弹试验车，它近期在 X 平台上进行了曝光。根据图片显示，该试验车辆为一辆拖曳式发射车。较注意的是，今年3月至4月，日本已经在美国加州成功测试了高超音速滑翔弹，而且还发布了相关影片。另外，按照日本计划，该国打算在2026年将高超音速滑翔弹正式部署于日本陆上自卫队。因此，这次相关试验车的曝光，可能意味着日本在该项目上又取得了新进展。根据美国防务1号报道，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舰队在杰维斯湾完成了为期1周的海上联演。此次联演是 UK-US 合作计划的一部分，通过整合各国新研发的无人系统，不仅大幅提升了军事数据传输效率，还实现了有人与无人载具在大规模请监侦任务中的无缝协同。其中，在水下作战能力方面，戴雷现役潜舰成功扩展了相关鱼雷管，同来展示了对无人潜舰的发射和回收能力。同时，鹰制的轰鱼轻型鱼雷也成功集成到了 P8A 海上巡逻机上，进一步加强了3国水下载具的作业互通性。此外，美方还在演习中展示了3款无人系统，分别为 JARC 无人水面艇、本尼俄远程无人飞行载具以及海神2-7无人载具。其中，海神2-7无人载具还可同时执行水面及水下任务。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首度以观察员的身份进行了参与，这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纷纷猜测那 UK-US 可能要扩大合作范围。根据媒体报道，拉维亚陆军司令部与法国军备总局于近日签署了一份协议，采购36辆凯撒 M K2 榴弹炮，预计在2034年之前完成交付。届时，葡萄牙将成为凯撒 M K2 榴弹炮的第4个国际客户，其余3个使用国家分别为法国、比利时、立陶宛。另外，媒体表示，葡萄牙之所以要采购凯撒榴弹炮，主要是因为该国陆军目前还装备着18辆 M109A5 履带式榴弹炮和40门 M114K1 牵引式榴弹炮。这些榴弹炮服役年限已久，缺乏现代平台所能提供的机动性和瞄准系统，而凯撒榴弹炮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空缺。根据美联社报道，10月8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与印度总理莫迪前往古吉拉特邦巴罗达，参加了当地飞机工厂的启用仪式。媒体表示，桑切斯是过去18年来首位造访印度的西班牙领导人，而他之所以会访问印度，主要是因为与上述飞机工厂涉及到的业务有关。2021年，印度向空客采购16架 C295 运输机，总价值约25亿美元。这些飞机由空客位于西班牙塞雷利亚的厂房生产。从此，双方开始在 C295 运输机项目上进行合作。而随着双方合作关系的加深，双方协定可在印度本土生产该运输机。外号印度塔塔新界系统和空客公司合资，在印度本土成立了一家工厂，主要负责为印度空军生产 C295 运输机。按照印度计划，该工厂可能还会再生产40架 C295。预计首架印度制造的 C295 将会于2026年进行交付。根据媒体报道，比利时和法国正在加强军事合作关系，例如在防空领域，比利时正考虑选用 SAMPT， 而非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SAMPT 是一种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由 BDI 和泰雷兹合资研发，旨在保护战略要地和部署的部队免受各种空中威胁，包括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以及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一旦比利时确定选择 SAMPT， 它又等同于加入了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已经使用该系统的欧洲国家集团，有利于促进整个欧洲大陆系统集成和资源共享，又或在国防企业之间。而比利时打算让该国的埃斯塔勒国营工厂通过与法国企业合作的方式，向法国部队供应小口径弹药。如果该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埃斯塔勒国营工厂将于明年开始为法国陆军生产 EVOLYS 枪，没有计划于明年底交付。亦或是在海军领域，比利时和法国也正在准备一项关于猎雷船规格的协议。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觉得石破茂能否赢得选举担任首相呢？我是火力军，下期视频再见。